震惊！全球震惊！马爸爸斥资10亿购买10张超级藏宝图，终于挖出了9转金丹，现已得道成仙。最新消息，魔都某专家挖出10万丧尸，目前魔都市已陷入混乱之中。14亿人疯传，有人在使用高级藏宝图后，挖出了一位仙女，现已结成夫妻。这是一个名为蓝星的世界，和前世的地球十分相似。可3年前，因为藏宝图的出现，一切都变得完全不一样了。有人使用藏宝图后，挖出了数万丧尸，使得整个城市陷入了巨大的恐慌中；还有人挖出了数以亿计的恐怖毒虫，使得整个城市都化作了人类禁区；还有人挖出了数十万牛头人，他们屠杀了整整一座城市的人，建立了牛头人国度。当然，也有人挖出了许多功法秘籍、灵丹妙药，使得自己获得了匪夷所思的可复力量，可移山填海，可改天换日。藏宝图给了每一个人逆天改命的机会，使用藏宝图或许可以挖出功法秘籍、灵丹妙药，但更多的是挖出未知的危险。普通人挖藏宝图10挖9输，几乎必死。根据官方大数据统计，普通人挖藏宝图90%都是有危险的，而这90%的危险，小到自己受伤，大到可能会牵连整个城市，甚至是整个国家。至于说挖出好东西的概率，大约只有1%左右，可以说是少的不能再少了。这3张藏宝图，我是挖还是不挖呢？市民徐某在天上人间足浴店挖出了一条龙。天上人间？市民徐某在天上人间足浴店挖出了一条龙。天上人间？造成30人。我没记错的话，天上人间足浴店距离我好像就5、6公里。我真的很想做个普通人，可现实不允许。藏宝图，我不卖了，我就是死也要去挖藏宝图。其中一张藏宝图坐标就在数十米外，就是这里了。挖了，这也许是我最后的机会了。这里封印着99只丧尸，一旦开启，他们会将你吃的连骨头渣都不剩。这是提示。太好了！别人挖图是9死1生，拿命在开盲盒，可我竟然能提前看到结果，这哪里是催命符？这明明就是保送人生巅峰的说明书啊！金手指，老子的专属外挂终于到账了！宝图是不能再开启了，别说99只丧尸了，就是1只丧尸，我也打不过。现在还有2张藏宝图，既然我能看到提示，那我就必须要挖上一挖了。我现在很兴奋，只要能看到提示，那么自己按照藏宝图上的坐标去挖，岂不是100%安全？这里是第2张藏宝图标志的地点所在。我静静地看完提示，顿时觉得头大如牛，好不容易来了这里，居然还是有危险！天哪！太可怕了！美人鱼这种玩意儿都能让我遇上。我穿越而来，上网查了不少资料，自然是知道美人鱼也分2种，一种是上半身是人，下半身是鱼，她们容颜绝美，且大多是比较友善的。可还有一种，她们上半身是鱼，下半身是人的一双大长腿，这种美人鱼对人类充满了恶意，在他们的眼中，人类纯粹就是他们的工具罢了。新闻上报道说，有人挖藏宝图，挖出了后面有一种美人，那人最终是活活累死的。听说原本160斤的7尺男儿，死的时候只剩下60斤不到，皮包骨头都没法形容这人，可以说是惨绝人寰。幸好我能看到提示，要不然我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若非如此，我都死2次了。
一共3张藏宝图，现在还有1张藏宝图，我的运气应该不会这么差。有人类的强者正在围攻巨龙，虽然巨龙被压制了，但是战斗的余波扩散四方，我得赶紧离开这里去找宝藏。因为巨龙的出现，这里的人们早就逃走了，所以我连个人都没有看到。希望第3张藏宝图不会让我失望。这里封印着一枚红色的果子，吃了它，你可以变得更强。使用藏宝图，我十分明显的感受到了自己正在飞快的变强。哥们儿！我操！哥们儿，救救我！抱歉了啊，我也要逃命。哥们儿，救救我！只要你救我，我这里还有1张藏宝图可以给你。想要变强，唯一的办法就是拥有更多的藏宝图。好，我答应你。我操！我操！哥们儿，厉害了！我本来想着咱俩合力干掉这只丧尸，结果你直接秒杀了。这么一看，哥们儿你已经是战士了。你就挖出了1只丧尸吗？幸好挖出的只有1只丧尸，这要是再多一点，我死定了。你运气真好。好了，我走了，再见。哎，还想问问你收不收藏宝图的？经历了这次的事情，我是不敢再去挖了。哎，还想问问你收不收藏宝图的？你说什么？你要卖藏宝图？哥们儿，你不是都跑没影了吗？怎么突然就回来了？这不重要。你刚刚是不是说要卖藏宝图？不然呢？我搁这儿跟丧尸唠嗑呢。我跟你说，这次真是阎王爷门口走了一趟，就挖着一张图，蹦出来1只丧尸。要不是你刚好路过，不然我就成了丧尸的午餐了。所以我决定了，剩下的藏宝图我全卖掉，你想要吗？要，必须要。1张藏宝图，你准备卖多少钱？官方指导价10万1张，但我不按官方来，这东西现在有市无价，所以我准备1张卖20万，你要买吗？20万，其实我凑凑还是有的，可是那是我娶媳妇儿的钱，不能乱花，要不然就娶不到媳妇儿了。想什么呢？这都什么时代了，我竟然还惦记着娶媳妇儿。藏宝图我要了，怎么交易？自然是交易大厅了，那是官方开设的交易大厅，安全有保障，你也不想中间出什么问题吧？行，我们现在就过去吗？现在不行，这样吧，下午4点半我们交易大厅见，我们先加个好友，到时候我给你发消息。行。 20万啊，20万，这藏宝图也太贵了。既然胖子的藏宝图都能卖到20万，那我手里这2张是不是也能值20万？要是能挖出宝贝，那我就血赚。希望胖子的这张藏宝图能给我一个真正的惊喜吧。这里封印着一柄道兵的碎片，你可以发挥出它亿万万分之一的力量。切记切记，不可唤起主人的名讳，不然它将在时光长河中再现。道兵是什么？从未听说过。亿万万分之一的力量到底有多少？赌一把！我还年轻，我不想死。不行，我绝对不能死。对了，我还有一个碎片。我操，好强！那上面好像有字，说什么？这是哪位强者出手了？
我刚才好像看到那棒子上写着“如意什么棒”，难不成是神话传说中的齐天大圣出手了？没听说有人挖出齐天大圣啊！先不要管那么多，既然巨龙死了，那就是好事。我们先救人。巨龙出场的画面确实震撼，看看把现在的年轻人都吓成什么样子了。女人都是温柔乡，我可不想沉沦其中不可自拔，我要反抗。你怎么了？没事吧？但是我现在太虚弱了，根本反抗不了，甚至连开口都很难做到。对不起，我们没能第一时间解决掉巨龙，给你带来了麻烦，实在很抱歉呢。咦，你能站起来了？现在好多了，刚才谢谢你。刚才都没有太注意，现在才发现，你年纪轻轻，竟然已经打破了枷锁，开启了基因进化。我不记得天河是有你这样一位年轻的战士，你应该还没有在守夜者这里备案吧？昨天我还是个普通人，今天才使用了藏宝图，挖出了一枚朱雀果，让我得到了进化。运气真不错，明天记得来守夜人分部，所有开启了基因进化的都是需要备案的，到时候记得给我打电话，我亲自带你去办。好的。所有开启了基因进化的都是需要备案的，到时候记得给我打电话，我亲自带你去办。好的。林子，你这是发现了什么吗？发现了一个18、19岁的年轻人，今天刚刚打破了枷锁，开启了基因进化，倒是一个好苗子。18、19岁就打破了基因枷锁，了不得啊！打破基因枷锁的年龄越小，未来的成就也就更大。有些人的年龄太大了，哪怕勉强打破了基因枷锁，哪怕未来又挖出了宝物，除非这宝物通天，十分了不得，不然都很难有所成就。但是年轻人不一样，他们的身体还在最强壮的时候，未来拥有无限可能。至于巨龙，虽然是被我所杀，但是我没有想过占据战利品。太平时代都不敢相信所有人，何况是末世。这碎片，哪怕我只能发挥出1000000分之1的力量，也是十分可怕的。那么强的巨龙，竟然就被我砸死了。但这是1秒真男人，1秒后我就歇菜了。所以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，坚决不能使用。钱带了吗？那肯定啊，老婆本都在这儿了。交易成功。好哥们儿，你要是还要藏宝图，可以联系我，这东西我还有很多。反正我是怕了，我不敢再去挖藏宝图了。这要是把我挖没了，我们全家都得哭死。你怎么有那么多？我是家里的独苗，我爷爷奶奶、外公外婆，还有我爸爸妈妈，再算上我，一共7口人。这3年来，我们每人都有3张藏宝图，合起来就是21张。你说我怎么有那么多？先走了，兄弟。
这里封印着一个番茄，吃了它，你可以变得更强。啊！一共9条锁链，现在已经有2条锁链碎裂开来。一瞬间，我感觉体内有无比澎湃的力量诞生，自身的生命好像都得到了跃迁，达到了另外一个高度。根据网上公布的消息，人体内存在了9条枷锁，每碎裂1条枷锁，便就是提升了1阶修为。我刚穿越过来，发生的每件事对于我来说都显得很是玄幻，有时候我都想着自己是不是在做梦。应该就是战士2阶了，明天去守夜人分部一趟，自然就知道。前前后后一共5张藏宝图，我使用了3张，目前还有2张藏宝图，我都没办法再使用了。若是不使用，留着他们也是浪费。可若是使用，哪怕我是战士2阶，那也是十分危险的。倘若我是卖给别人，别人若是普通人，那等于是害了人家，一旦挖出来，也会影响到我。所以，我要卖，一定要卖给强者。交易大厅那边鱼龙混杂，可明日去了守夜人分部，他们一定都是强者。这样一来，就可以无限循环。直至藏宝图挖出来的东西没有危险，我真是一个天才。现在回家睡觉，养精蓄锐。我家呢？如果当时我没有第一时间离开，现在恐怕也成为废墟下的一员吧。太可怕了，太危险了。今日，市民王某使用藏宝图挖出了一条龙，致1000余人死亡，10万余人受伤。市民何某使用藏宝图挖出了3头丧尸，目前3头丧尸已被击杀。市民郭某某使用藏宝图挖出了一座蛇骨，目前守夜人已经死。市民陈某某使用藏宝图挖出了一卷葵花宝典，目前陈某某已被紧急送往。市民张某使用藏宝图挖出了传闻中的鱼。市民苏某使用藏宝图挖出一枚朱雀骨，服用之后已经打破枷锁，开出神话。我到守夜人分部门口了。苏雨，你来啦？你好，我是来备案的。胖子，我要2张藏宝图，今天就要。等会儿我告诉你时间，咱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。今天不行，我在医院呢，等我出院了再说。啊？你这是怎么了？在哪个医院？我等会儿去看看你。我在市第一人民医院，你到时候直接来666病房。身份证给我。哟，才18岁啊！手放上去，然后调动你的力量在体内运转，这台机器会检测你的力量。才1天你就战士2阶了？倒也不是一下，昨天我还挖出了一个番茄，这才战士2阶的。1天挖了2个藏宝图，还挖出了2样宝物，没有遇到任何的危险，跟姐去备案吧。有关系，效率是真的不一样。现在
你有2个选择：第一，你继续当你的老百姓，你还在上学，你可以继续上学；第二，你可以申请加入守夜人，如我等一样，以守护天下苍生为己任。所以，你现在愿意加入守夜人吗？守夜人，大夏官方唯一的超能组织，加入其中，必然好处多多。可相应的，一旦加入其中，便要承担起相应的责任，自然也会十分危险。可以毫不夸张的说，哪里有危险，哪里就有守夜人，始终在战斗的最前线。很多时候，百姓可以退，可以逃，唯独守夜人不行。他们需要死战，为后方的百姓们争取足够的撤退时间。你不扛枪，我不扛枪，谁来保卫我大夏苍生？林子的话让我热血沸腾。加入守夜人，实习期间保底3张藏宝图，如果转正了，每个月都会有1张藏宝图，1年就是12张藏宝图。这还只是保底，每次出任务，组织还会根据任务完成表现，给你一些藏宝图或者别的宝物。另外，你还要知道一点，除了组织给你的藏宝图后，上天也会给予每个人一定数量的藏宝图。上天？目前我们也没有搞明白藏宝图是从哪里来的，所以暂且归结为上天。守夜人奖励的藏宝图又是哪里？这个我也不知道，我只是听说守夜人高层好像有特殊的渠道能够搞到藏宝图。还有什么好处吗？年薪120万，送你一套200平的大平层，水电物业宽带费话费全包，还能送你1辆汽车，油钱组织给你报销。另外，你要是想结婚，守夜人还会帮你介绍对象。这么好？那是自然。那行吧，我加入。这是守夜人家属楼异栋808室钥匙，里面什么都有，你可以拎包入住。另外，汽车的话，得等你转正之后才会给你配。这是你的守夜人证，记得随身带好，有时候办事情，证件很重要。还有，这是守夜人手表，集定位、通讯、求救于一体，无特殊情况不可离体。这是守夜人的制服，平日里不用穿，特殊场合才会穿，你直接丢家里就行。好了，现在你可以离开了。如果有任务，我会通知你。时间太短了，说实话，我都还没有适应身份的转变。林姐，我有2张藏宝图准备卖掉，你这边有渠道吗？既然你想卖，那也不是不行，这东西不愁没人买。你先等我一下，我打个电话。喂，你来一下。林队长，你突然让我过来做什么？雷刚，我听说你这2天到处收购藏宝图。是有这事儿。这有2张藏宝图，50万卖你，要不要？市场价也就20万左右，2张合起来也就40万。林队长一张口就直接黑我10万，太过分了。行了行了，看在林队长的面子上，这2张图我全都要了。唉，小伙子，林队长人很不错，好好跟着林队长干。以后要是还想卖藏宝图，来找姐，姐能给你卖出高价。不过我建议你，藏宝图还是自己留着比较好，以后有准备了，随时都能去挖。一旦挖出好东西，不比50万香。谢谢林姐，我知道了。林姐，这藏宝图要是有危险，她能应付吗？我觉得她应该能应付吧。挖藏宝图生死有命，哪怕是真的有危险，也怪不得你。当然，雷刚队长自己也不弱，普通的危险都可以应对，而且他挖藏宝图都是带人去挖的，就算不是普通危险，也能轻松应对的。你现在是我的人了，不用担心这个，也不用怕没挖出好东西，雷刚队长就会来找你的麻烦。那就行。胖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唉，昨天和你分别后，终究还是没有忍住。我回家拿了1张藏宝图去挖，然后遇到危险了。危险倒是没有遇到。
反倒挖出了一本功法。你的运气不错啊，有了功法，从此以后便可平步青云，不再是普通人了。这也不对啊，你挖到功法，怎么就进医院了呢？你没看新闻吗？新闻我天天看，你这和新闻有什么关系？我就是挖出《葵花宝典》的那个。胖子，你姓陈？勇气可嘉。当时太激动了，也没多想，看到葵花钟奖上写着“欲练此功，必先自宫”，直接就给割了。等我割了之后，才看到第2页还有一句“如不自宫，亦可成功”，然后我就打了急救电话。接上了，接上了，那就行。那个，我跟你说的话，你可千万不要跟人说。你放心，今天我什么都没有听到。胖子，你那儿的藏宝图，如果自己不用的话，都给我留着，我全都要了。我想着你可能比较急，所以刚才和你聊完，我就让家里人送来了2张藏宝图。胖子，你实在是太好了。但是吧，我需要点时间，看你这边能不能通融一下。念在你救过我的份上，我给你留1个月，1个月后我说不定就卖给别人了。行，1个月够了。胖子，那我先走了，明天我再来看你。张叔，这是干啥呢？咱们小区不是被那畜生给弄没了吗？守夜人出面给小区业主免费置换1套新房子，还赔偿20万。家里要是有人死啊，1人赔100万。现在就是在登记，等登记完了就给赔偿。你好，姓名、身份证号。苏雨，身份证号是。你是守夜人？实习守夜人。你既然是守夜人，当以民为主，你的房子等后面再赔。我没事儿，我就是过来看看。好了，我现在要走了。小雨是守夜人了，不错，这个苏雨的实力比我还强呢。最后一次回来了。小雨啊，要不去我家吃个饭吧？王婶啊，吃饭就算了，我还有事情，就先走了。小雨，要不要去我家吧？小茹一直念叨着你呢。不了不了，张阿姨，现在房子都没了，能去哪里吃饭？各位叔叔阿姨，再见了。妈，苏雨呢？哎，苏雨走了，看这样子，你跟苏雨怕是有缘无分了。都怪你，当时我和苏雨玩好好的，你们非要让我不要跟苏雨来往，说苏雨是孤儿，还要咱们救济。竟然都是全新的。守夜人是真的有钱，200平的大平层，除了卧室之外，竟然还给我配备了健身房。林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下班了，回家吃饭，就过来看看。对了，我就住在你隔壁，你还没吃饭吧？过来一起吃吧。这方便吗？有什么不方便的？家里就我一个人，你能来，反倒还热闹一些。那行吧。你先坐，看看这本书，比较适合现在的你。战士9阶，从入门到精通，不错，你才打破了枷锁，想来也是一头雾水。这本书正好适合给你，你先慢慢看。姐去做饭，你有福了，我很少做饭的，这次你一定要吃个饱。对了，我屋里有一条大黑狗，千万不要去招惹它。林姐，我记得以前好像有人挖藏宝图挖出过一条大黑狗，据说是神话传说中的哮天犬，不会就是他吧？怎么可能？我要是能挖出哮天犬，现在就不在天河市了，即便是还在天河市，也必定是守夜人分部的部长了。而且根据记载，神话传说中的哮天犬形如白象，所以
那应该是一条大白狗，我这条是大黑蟒，完全不一样的。说的倒也是。好了，你先看书，姐要去做饭了。一条枷锁，便就是一阶修为。若是能够打破9条枷锁，那便就是战士9阶了。瞎说！当年有人诅咒人族，这才有了9条枷锁。想当年，人族人人皆是天生道体，何来枷锁？不会是你在跟我说话吧？大黑狗，你要是会说话，你就说一句让我听听，或者你点个头也行。是我异想天开了，一条狗怎么会开口说话呢？难不成在我的脑海里藏了个老爷爷？老爷爷，你在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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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彻底失望了，开始怀疑是自己出现了幻听。苏雨，尝尝姐的手艺怎么样？好吃。好吃，那你就多吃点儿。你还是第一个夸我做饭好吃的呢。这本书你拿回去看，但记住了，回头还要还给我的。另外，千万不要将这本书给普通人看，普通人机缘不够，看了也是白看，而且还容易滋生烦恼。林姐，我记住了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你和他说话了？没有。我都听到了，这屋里除了我，再没有别人。不是你说的，难不成还是鬼说的？这人不太对劲。不太对劲？你的意思是，他不是他了？那倒不是，在他的身上，我感应到祖星的气息。祖星？小丫头，你太年轻了，不知道也正常。我的实力还没有恢复，现在很虚弱。你替我好好照顾照顾那小子，或许他会给我一个惊喜呢。不用你说，我也会照顾好他的。他现在可是我的人。这里封印着一座残缺的狗头闸，于你而言，它没有任何的危险。狗头闸？不管了，只要对我无害，我直接挖了就是。来人呐！狗头闸伺候，开闸！还真的狗头斩，你是苏雨？你是？我是守夜人天河分部长李潇，见过部长。回去后好好研究一下，看看这狗头斩有什么作用。我这是上新闻了，人生第一次啊！不对，先前我挖出朱雀果后就上过一次了，不过那次感觉没这次强烈，就是不知道这狗头斩有什么作用了。狗头闸专闸欺压百姓的坏人，感觉好像很厉害的样子，好想尝试一下，可却找不到目标。总不能对着路人甲乙丙丁开闸吧？罢了，有机会再说吧。这个雷某很可能就是守夜人光头雷刚队长了，这应该是挖了我的那张藏宝图释放出来的，局面在控制中，那就好。市民张某使用藏宝图后挖出了一头神兽幼崽，目前正在激战中。神兽幼崽？
立马赶过来！你实力太弱，不要靠近，远观即可。这次竟然挖出了一头神兽幼崽，正好给你长长经验。我现在是18岁，可前世并非是18岁，也早就过了热血的年纪。那可是神兽幼崽，目前还在激战中，过去后万一挂了怎么办？这还是神兽幼崽，如果是成年神兽，岂不是更可怕？神兽若是真的成年了，怕是整个蓝星都会燃烧起来。神兽若是真的成年了，怕是整个蓝星都会燃烧起来。啊！站这里看比较清楚一些。你刚加入守夜人，经验完全没有，现在正好看看。林姐，你不去帮忙吗？部长在，还不用我出手。那两人，一个是咱们守夜人分部的部长吕潇，今天早上刚回；另外一个就是挖出朱雀幼崽张队长。张队长，烧起来了！等会儿我若是出手，你立马退远一点。这头朱雀幼崽很不简单，实力强的有些离谱了。要不要我参战？喊你来只是让你长长经验，不是让你参战的。你太弱了，上去1秒钟都撑不住，必死无疑。孽畜，找死！我来了！真是该死！一个战士2阶的存在，担心这些做什么？所有守夜人全体出动，死战！杀朱雀幼崽者，赏10张藏宝图。畜生！纵然我苏雨战士2阶，也不惧一战！我和你拼了！这不会是打不过吧？即便是打得过，怕也是惨胜。再这样下去，市民伤亡、财产损失，都将是人类为无法承受的。你能杀了他？这也太羞耻了吧！全都让开，让我来！来人呐，狗头铡伺候！各位同劳，不用支援了。朱雀幼崽已经被杀了。李潇，怎么回事？你不是说朱雀幼崽强大无边，你解决不了吗？
我现在还有事情要忙，这件事回头再说。各位同僚，到时候看报告吧。你现在感觉如何？有点虚弱，体内的力量消耗了大半。那就好。苏雨，你这次立功了，最迟明天10张藏宝图就能到你的手上。多谢部长，这波不亏。林队长，苏雨很健康，生命远比2阶战士旺盛，你可以放心了。苏雨，你也别觉得麻烦，以前便有人使用了挖出来的宝物，结果身体出现了很大的问题。你能什么事都没有，这就很好。网上是有这方面的报道，譬如有些宝物使用的时候会让主人老去10岁，还有透支潜力的，还有燃烧灵魂的，等等。真是羡慕你，凭借狗头镲，你比我都还要强了。这话谁信谁傻。狗头铡的确很强，可终究只是外力，而且以我现在的力量，也就只能动用狗头铡2次。不管是林子还是李潇等人，我不信他们真的就只有这点本事。林子他们肯定还是有压箱底的东西的，只是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，他们不会使用而已。林姐，我是不是可以走了？你可以走了。阿弥特玛的佛，挖宝才是正事，还有1张藏宝图没挖呢，女人什么的都是浮云。唉，又是一片废墟，这个世界真的是太危险了。这里封印着一条内裤，如果你将它套在裤子外面，你的实力将会得到一定提升；如果你将它套在头上，你的实力将会得到大幅提升。我到底要不要挖呢？我到底在纠结什么？不挖，这张藏宝图只能卖20万。可若是挖出来了，哪怕是自己不用，卖掉也比20万多得多。挖！这内裤看着很新，好像刚出厂一样，但是我可不准备把它套在头上，想想就觉得社死。我操，这内裤很不简单，穿上之后居然能提升这么多的实力。仔细感应下来，这东西大概能提升使用者10%的力量，套在头上居然能提升20%。可惜有上限，最高也就支持战王级别提升。如果超过了战王，内裤的提升就几乎没有什么效果了，意义也就不大了。如果能提升10%，甚至是20%，对于战王而言，简直是神器一样的东西。而对于我而言，我区一个战士2阶的修为，哪怕提升20%，还是战士2阶。撑死了战士3阶顶天了，这玩意儿于我而言，鸡肋。所以，这东西还是卖掉比较好。对，卖掉。但是，这东西卖多少钱比较合适呢？这方面我没有太大的概念，要不去找林姐问问。去找林子前，我先上网查了下，还别说，
网上这方面的报道真多，网上报道的价格都不太一样，便宜的有10万的，贵的有小千万的。所以我还是不知道这玩意儿值多少钱，再查下去也没有意义。苏雨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从我离开一直到现在，差不多就1个小时。不会是想着让我加班吧？林姐，能不能找个没人的地方？行，那你跟我来吧。林姐，我挖出了。你这个流氓！这是哪个新人？这是得罪林队长了吧？我记得雷队长以前好像也被林队长这么对待过。别说雷队长了，张队长也被揍过，还有咱们部长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被林队长也踢出过办公室。不过这个年轻人好像没有被踢到重伤。林姐，你能不能不要那么冲动，先听我说完。说，说，是这样的，我那会儿离开分部，顺便挖了一张藏宝图，随后就挖出了一条非常适合战王使用的内裤。我现在不过战士2阶，实力太弱，这东西最高可以提升使用者20%的实力，我觉得对我意义不大，所以我想要卖掉，但我不知道价格，所以先来找林姐问问。这东西真的能提升使用者20%的实力？如果是套在裤子外面，可以提升10%；套在头上的话，可以提升20%。还真的是，可惜了，非常不适合我，不然这东西我要定了。林姐，你见多识广，帮我看看这东西到底能值多少钱。苏雨，那你准备卖多少钱？不知道，所以才来找林姐问问。你这东西要是不是内裤，换成别的宝物，起码能卖500-600万。但是吧，这玩意儿的使用方法实在太羞耻了，所以500-600万肯定达不到，能卖100-200万就很不错了。这比我预想的要好太多了，而且100-200万，岂不是又能多买一些藏宝图了？林姐，那我的狗头啥能卖多少钱？差不多能卖1个亿。你卖吗？你要是卖的话，我现在就想办法给你1个亿。不卖。我想也是，那条内裤既然你要卖，林姐给你帮忙。你等会儿，我喊雷队长过来。不会是又有藏宝图要卖了吧？25万一张，你有多少我要多少。25万一张，有多少要多少，这话听着就离谱。雷队长，你想错了，这次没有藏宝图。那是什么东西？一件宝物可以提升战王10%或者20%的实力，你要吗？这么好的东西，你不会留着自己用，而是卖给我？我不相信。这东西不适合我，要不然能卖你？这东西我要了。林队长，你要多少钱？500万。林子，你真当老子傻？这东西要是别的什么东西，自然值500万，可是它不值。我将它套在头上，我会成为人们的笑谈。所以，好好说，到底多少钱？雷刚虽然在骂，但也不走，摆明了其实就是想要。你我10多年同僚，哪能真卖你500万？这样吧，折半，250万卖你。你这是拐着弯骂我呢？
要不咱俩打一场，然后再谈价格。那你想给多少150万。150万，你去抢吧。180万，不能再多了。你要卖就卖，不卖就算了。你知道的，我不差钱，我宁可花500万去买别的宝物。罢了罢了，这也就是雷刚你了。要是换别人，低于200万，我谈都不带谈的。这东西是你挖出来的吧？就是苏雨挖出来的，你想干什么？苏雨，要不你来我这里，我带你嘎嘎乱杀。比如这内裤，你要是跟着我的话，我直接300万收了，你多赚120万，它不香吗？雷刚，你够了，敢挖我的墙角，你是不是又想挨打了？你别听他瞎说，他那全都是老爷们儿，整天臭烘烘的。你若是跟着雷刚，迟早有一天会变得和他们一样。跟着姐就不一样了，姐能保护你，让你全身都香喷喷的，以后姐还能介绍对象给你。苏雨，我这里随时欢迎你来。苏雨，你不会真要去雷刚那里吧？不去不去，这还差不多。林姐，这次麻烦你了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。你这是做什么？不过是把你的内裤卖出去了，至于给我好处费吗？再说了，姐还能差你这点钱？林姐，这钱你必须收下，要不然以后我都不好再麻烦你了。下不为例。好的。林姐，我还有事儿，那我就先走了。行，给你的书要好好看，过2天你就得来这里上班了。当然，你也可以直接来分部看书，这里有图书馆，里面的书很多的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怎么样，身体好点了没？你来做什么？你来做什么？你住院，作为朋友，我来看看你啊。那你怎么又来了？又来了？你早上才刚来过，今天还没过去呢，你现在突然又来了，很难不让我觉得你怀有别样的心思。是我过糊涂了，今天我的经历太多了，以为都过去好几天了。那行，那我就先走了，你好好养病，等你身体好点了，我再来看看你。对了，到时候我还要问你买一些藏宝图，这次我要8张藏宝图，钱我都准备好了。差点以为他是对我有想法，幸好，他是为了藏宝图。哎，等等，他突然要买8张藏宝图，我这是挖出好东西了！该死啊，该死！如果是我去挖的话，那东西就是我的了。要不我也去挖挖？真的去挖的话，风险实在是太大了。哪怕我现在已经成为了战士，也依旧存在了很大的风险。是的，早上苏雨离开后，我就成为了战士，虽然只是战士1阶。罢了，我再养养伤，万一真挖出顾不得的危险，就我现在这小身板，跑都跑不过。书很厚，而且其中的一些内容很深奥，想要搞明白，3、5天肯定是不够的。难不成是林子回来了？
这狗都成精了，还知道按门铃。这年头，神兽朱雀幼崽都出来了，临死的时候还能开口求饶。一条大黑狗知道按门铃，好像也没什么毛病。原来战士九阶不是我想的那么简单，实在是太深奥了。这些战技都是一种特殊的发力技巧，类似四两拨千斤。至于秘术嘛，有点复杂，施展需付出代价，或当时无代价，但事后有严重后遗症。苏雨，立马来分部。听起来好像还挺着急的。我要去守夜人分部了，你要不要回家去？你是真的狗，那我先走了，你自己待着吧。还需要输入密码。藏宝图是什么东西？战士一共分为几阶？战士之首为什么叫做战舞？为什么没有练气、出击、金丹元婴？守夜人是什么组织？里面可有大帝坐镇天下，可能独断万古。怎么回事？这大黑狗不仅会按门铃，还会玩电脑。他在看我浏览器的历史记录。那好像是部长李潇，那是光头雷刚队长。发生了什么？以至于雷刚队长现在就将短裤套在了头上，这可是很丢人的事情。雷刚哪怕做好了准备，也不至于立马就套在头上。唯一的答案是，怕是有人挖出了什么了不得的东西。你在这里就好，前面出事了，你得跟我走一趟了。对了，你的狗头铡还能用吗？我才穿越过来，还没有变得足够强，结果就遭遇了丧尸大军入境。你保护好自己，不要急着出手。这么多的丧尸王，一定有一头最强的存在，甚至是无限接近战王之上的存在。
保护好苏雨。守夜人的数量实在是太少了，根本阻止不了丧尸大军。那便是最强的一头丧尸王。来人呐！狗头铡伺候！太强了，这真的是战士2阶能做到的事情吗？带他走！完犊子了！动用了狗头铡，我体内都没有什么力量了，现在也就和普通人差不多。操！太看得起我了，没有车钥匙，我怎么开车？别看我秒杀了一头最强的丧尸王，但是自身的实力真不强。战士2阶，况且体内的力量现在也没了，和普通人差不多。别说丧尸王了，就是普通的丧尸我都打不过了，所以先跑为敬。幸好后面还有大黑狗断后，要不然我就死定了。这是上天给我的奖励。这里封印着一粒丹药，喝下它，你可以快速恢复体内的力量。好强！我觉得我现在一个能打10个。来人呐！狗头铡伺候！
狗头铡变强了。是的，狗头铡变得更加强大了。第一次、第二次显化出来的也就4人罢了，这第3次显化出来的身影竟然多了2排持有水火棍的衙役。虽然他们看着很虚幻，只能看出是一道道人影，可但凡是大夏子民，闭着眼睛都认得出他们是谁。我动用狗头铡的时候需要有人保护，可现在不需要了。这些衙役他们会去保护我，使得无人能够靠近我。开闸！开闸！再没有任何的犹豫，他们的身影立马倒退，不再杀向我了。现在已经使用了2次，若是再贸然使用1次，那么就会和先前一样，再次变成普通人了。我现在留有一些力量，尚且还能去挖藏宝图，且还有一丝自保之力。我先走了。苏雨，快闪开！林姐，你没事吧？你看我能像没事吗？你躲得倒是挺快的。我也没办法，我区战12阶，我能做什么？我没事。行，那林姐你先和他们打，我先走一步，看能不能挖点东西出来。这是给我的奖励吗？就是怎么只给了1掌？这里封印着10万头丧尸，一旦开启，你的城市将会取名。10万头丧尸，干脆杀了我吧！这张藏宝图都不敢卖了，只能自己留着。我的20万啊！10亿毒虫，真要是使用了藏宝图放出来，危害怕是比10万丧尸都要恐怖。不行，下一个！啊，这几率为何就不是100%呢？若是能够成为他的道侣，自己是不是就可以位列仙班了？即便不能位列仙班，吃个软饭总可以的吧？那位姓段的朋友身后跟着一位古装女子，实在是可怕的很。为何她就不行呢？或许是我实力太低了。我若是实力够强，这几率是不是就能更大一些了？罢了，现在想这些做什么？继续下一个。这提示是否也会因为我的实力，从而产生一定的变化？哮天犬的狗毛，一次性宝物，不知道能不能解决这次的丧尸大军。金色字迹上没有提示有危险，那么应该就没有危险。就当前这情况，我觉得还是使用了藏宝图比较好。那么多的丧尸，光是靠守夜人是挡不住的。支援的守夜人还在路上，可他们赶来需要时间，在这过程中，不知道要死人多少。当然了，我没有那么善良，想着保家卫国、护佑苍生。我想的是得到更多的藏宝图。保家卫国，护佑苍生，可以得到上天奖励的藏宝图，就决定是你了。
一瞬间我就明白了白色狗毛的使用方法，或许还真的能解决这次的危机，就是不知道解决了之后，我能得到多少藏宝图。林姐，我回来了。再这么下去，天河必然失守，到时候势必会化作人间炼狱。这次我天河能否安然无恙，可就全都看你的了。汪！苏雨，你狗叫什么？就这，没了。我去！还真的是个人才啊！守夜人，随我杀入空间，将里面的丧尸全都解决掉！全市戒备，寻找残存的丧尸。我已经传令下去了，所有部门都已经开始行动了，解决残存的丧尸，问题应该不大。不错。刚才那是你的杰作吗？那是苏雨使用藏宝图挖出来的一根狗毛。苏雨说，那是哮天犬自然脱落的狗毛，属于一次性宝物。哮天犬自然脱落的一根狗毛，都有如此威力吗？那真正的哮天犬，又强大到了何道地步？这我就不知道了。总之，很强就是了。苏雨，这样的狗毛你还有吗？没了，就这么一根。若是能找到哮天犬的狗窝就好了，那里面一定有很多它自然脱落的狗毛，到时候能捡个几百根就厉害。如果真有这个机会，记得喊上我，我们去把它的狗窝都给带回来。除了狗窝，可能还有哮天犬的饭碗、玩具什么的，全都拿回来。你咬我做什么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受伤了，去我家吧，我给你上药。出血是出血了，但伤口不深，应该只是破了皮，就是不知道会不会狂犬病了。如果是狂犬病了的话，那才是真的麻烦。还有，我现在都开启了基因进化，已经是战士2阶的存在了，还会感染狂犬病吗？怕什么？我也被咬过，一点事儿都没有。而且这条大黑狗的牙齿比我们都干净，不会有事儿的。这次谢谢你了，要不是你卖我的这条内裤，我这次怕是得战死在这儿了。那条内裤最高可以提升20%的实力，别看这20%，关键时刻可是真的能救命。今日一战，我有数次都徘徊在生死的边缘，若非是这条特殊的内裤，我怕是已经深夜，守夜人全部开席了。没事儿，以后有好东西，我还是会第一个想到雷队长的。苏雨，走吧，我带你去上药。
这条狗子真不是好东西。我也觉得它不是个好东西，当时连我也咬过，要不是看在林队长的份上，我早就宰了它了。好了，都别说了。林子的这条大黑狗，没事别去招惹，它很不简单，来头怕是大的惊人。对了，这次的丧尸还有多少幸存？初步估计数量起码过百。普通的丧尸倒是不怕，比较好对付，但是有3头丧尸王逃走了，目前下落不明。下落不明，调取全市的监控，一定要找到他们。是。丧尸危机基本上全都解决了，但现在有3头丧尸王逃走，下落不明。我需要擅长追踪的高手，立马赶来支援。躺到床上，我看看伤口。林姐，这不好吧？你把药给我，我自己来。快点！磨磨唧唧的，一点都不爷们儿。赶紧躺好，难不成还等我帮你？这么神？当然这么神了，我数次重伤都是他救了我。好了，你现在可以回去，不用担心，已经没事了。好，谢谢林姐。杀了那么多的丧尸，就给我这么点藏宝图，这也太抠了吧！你突然咬苏雨，有发现什么吗？你看出来了？哼，说说吧，你到底是发现了什么？苏雨是不是有问题？如果苏雨有问题，那么我该如何处理？目前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，苏雨的血也是正常的。总觉得他有事情瞒着我，但一时半会儿我又说不出他能有什么事情瞒着我。那你咬他做什么？白白的浪费了我的神药，我这神药的价值你又不是不知道。我是真的有些心疼，这膏药哪怕是一点点，都能在外面拍卖出天价，就连我自己平常都不舍得用，因为这种药目前根本炼制不出来。唯一的来源就是通过藏宝图挖出来。听到他要搬走我的狗窝，还要搬走我的饭碗玩具，我就生气。我咬他一口怎么了？有问题吗？这也就是苏雨目前是自己人，要不然直接一口咬死。你不是说你不是哮天犬吗？我有说过吗？那你的意思是，你真的是哮天犬了？你觉得是，那就是吧。你这条狗真是好奇怪，有时候说自己是哮天犬，有时候又说自己不是，现在连我都搞不懂你到底是不是了。林姐的药是真的厉害。现在天都黑了，不好外出去挖藏宝图了，只能等明天了。希望明天能给我一些惊喜。我现在在战士2阶，我什么时候才能挖出好东西，然后成为战王？战士只是最弱的存在，在战士之上还有战王，如林子，如雷刚，如李潇，他们其实都是战王。他们的实力就相当恐怖了，不管是前世还是今生，实力其实才是最重要的。
我十分迫切的想要变强，尤其是在经历了天河市的3次危机后，这种迫切就变得尤为强烈了。没有实力，哪怕是有守夜人保护，身死的可能性也是非常大的。譬如今日之的丧尸危机虽然被解决了，可是丧尸降临之后，不知道死伤了多少人。变强，变强，再变强，没有足够的实力，连一条狗都打不过，是真的悲哀。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。好家伙，你还敢来？它只是一条狗，你不要和它一般见识。对了，它似乎很喜欢你，一直想要待在你的屋子里，你应该不介意吧？我其实很介意。没事儿，正好怕有小偷进来。有条狗给我看门，其实也是好事。你来上班，其实也没事，去好好看书吧。等会儿若是有守夜人外出办事，你跟着去学习一下。好。正好这里没什么人，我正好看看家里情况。是我眼花了吗？是我眼花了吗？看看回放吧。靠，这狗是真的成精了，输电脑密码比我还流畅。靠，这什么狗啊？苏雨，正好有人挖出了一条巨蟒，这任务我接了，你跟我走一趟吧。队长，目标地点我已经发给大家了，现在立刻出发。是。其实我真的不太想来，我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其实是去挖藏宝图。异动就在前面，加快行动！所有人全部退开，这里守夜人接管了。这些人简直是不可理喻。封锁四周，不允许任何人靠近，也不允许这条巨蟒离开。苏雨，你跟着剩下6名守夜人一同围攻巨蟒，他吃了人，所以不必留活口，直接杀了便是。还有，不许动用你的底牌，这次是为了历练你。
这才是临死真正的目的。我空手上吗？这把刀给你。这刀是哪里来的？好了，行动吧。理论知识我是知道的，可真正实操差的太多了。苏雨，你现在是守夜人，你要知道，关键时刻你若是踌躇不前，会导致多少人死去。道理我都懂，可真到了这个时候，心里还是有些发怵。这可是一条巨蟒啊！我从小就怕蛇。拼了！这是战士9阶，从入门到精通中的战技之一的天斩。你私下给苏雨上课了？开什么玩笑！我只是让他看书，再什么都没有教。再说了，如果真的教了，就这么2天的功夫，苏雨能发挥出如此致命一击，这天赋也是相当得可怕。可以说，苏雨天生是为战斗而生的。是啊，这样的人物，3年来的第一人啊！回去后让苏雨试试别的一些战技，看是否都能达到如此程度。今天的事情，谁都不要传出去。还有，试验的时候不要惊动旁人。是。刚才我明明看到他在旁边的，怎么现在就没了？你倒是让我再一次惊喜了。耽搁了一早上，现在终于有时间去挖藏宝图了。粪便，这玩意儿能干啥？能促进灵植的生长。啊！必须挖，现在就挖。能有多臭？不管了，挖了再说。这是粪便。这么大，我怎么带走？这是很臭吗？这是超级无敌巨臭啊！
发生了什么？好浓的臭味儿！雷刚、张天，你们谁放屁了？都这么大的人了，注意一下个人素质。我没有，我也没有。半年前有人挖出了一坨粪便，当时整个城市足足臭了1个月。这事情不会落在咱们天河市吧？怎么可能？根据已有的记载，3年来全球也就1人挖出了一坨很臭很臭的粪便，应该不至于。真是奇怪，苏雨打电话给我做什么？林姐，你在哪里啊？我需要你的帮助。我刚使用藏宝图挖出了一坨粪便，而且它还很大，能不能来个车给我拖走？它是不是很臭？咦，你怎么知道？苏雨运气不错，臭归臭，但是这东西价值还是很高的。林子，你立马带人去处理。我打电话联系人，想办法将这坨粪便赶紧弄走。再这样下去，我真的要被臭死了。你离远点！果然是粪便，而且还是非常不得了的那种。真空包装，千万不要让臭气泄漏。林姐，你可算是来了，再不来我就要被臭死了。这是你挖出来的？是的。苏雨，这东西应该对你没用吧？没用。那行，这东西分部会帮你处理，你等消息就是了。这里封印着一株灵植，它的灵果刚好成熟了，吞了它，你的灵花香飘百里，可能会引来不必要的危险。挖不挖？万一引来的危险怎么办？这里是天河市，怕个毛！挖了！好香啊！真的好香啊！虽然我不知道这灵果叫什么，但是吃就完事了。不会是这玩意儿引来的吧？金色字迹提示说，它的果实香飘百里，可能会引来不必要的危险。这危险，难道是引来野外的怪兽？这3年来，人们挖了无数的藏宝图，有时候便会挖出一些怪兽。他们伤了人后，逃入茫茫的荒郊野外，哪怕是国家，也拿他们一点办法都没。而且3年来，他们也会繁衍，以至于现在有些地方都成为了人类的禁区。幸好我已经将这灵芝结出的灵果给吃了，若是没有吃的话，香味飘得更远，到时候来的怪兽可能更多。
那我现在要去支援了。我现在正在打破枷锁，一旦打破了，实力必然会出现质的提升。可是我现在是守夜人，进了体制，好是好，可有时候必须要服从命令，这让我很不舒服。我要稍微晚点到。你怎么了？林姐，我刚挖出了一枚灵果，刚吃了，现在已经是战士3阶了，再冲刺下，或许就是战士4阶了。那你先不要来了，先提升自己实力再说。还有啊，林姐，正在向天河市赶来的怪兽，可能是被我挖出的东西吸引来的。操，你在哪里？你居然挖出了这东西，难怪会有怪兽突然暴动。果然还是瞒不过他。这东西有些危险，今日若是保它，市里必定死伤无数，所以眼下也只能舍弃掉它了。你愿意吗？我能说不吗？不能。身为守夜人，当以天下苍生为重。这灵植，若是能换我天河市平安，我愿意舍弃它。正在赶来的怪兽有多强？战王之上，天河市无人可挡。趁现在怪兽还没攻城，我们得尽快把这株灵植送出天河市范围，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减轻天河市的压力。我这灵植能卖多少钱？根据以往的记载来看，起码3000万。3000万？咱们就没有战王之上的强者？有，但是短时间内他们来不了。他们真要是来了，也不可能一直守在天河市。一旦他们离开，天河市还是会遭殃。150张藏宝图就这么没了。技不如人，有时候就得低头。守夜人也是如此。战士4阶了。4阶了。战士4阶了，好啊！以后你就是4阶战士了，哪怕是在守夜人中，你也算是不弱的了。体内还有多余的力量冲刺战士5阶吗？还有一点力量，但是感觉冲刺不了，力量已经沉寂了，或许得等到下次了。可惜了，我挖开的时候，这灵芝上就只结了1个灵果，若是2个的话，我现在起码都是战士5阶了。你太贪心了，这些灵植上的灵果能有1个就已经是走了狗屎运了，你还想2个？这3年来，全球那么多的人都在挖藏宝图，很多人挖出来的灵植就单纯只是灵植，上面1个灵果都没有，甚至连灵植也都是死的。运气稍微好一点的，还能碰上半个灵果，但也不知道被谁咬了一口，灵果中蕴含的力量已经消散大半。如你这样的，真的是少之又少。确实，已经是走了大运了。